放羊很辛苦，好在有了格林的陪伴，牧羊女的生活也并不孤单。可是这天早上，格林却一反常态。干嘛不让我走啊？哎，听话，乖嘛。裤子给我扯破了，还听话吗？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怎么会突然下雹子啊？哎呦，好大的雪珠子！格林回来没有？没看见，啥也不用担心。还有一些羊没回去，还有几只羊，我看人在山那边。身上湿透了。赶紧擦擦吧，我给你煮面。高压锅煮面。要煮多久？不知道，没煮过。这才下午3点过，我下来的时候我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就最后的时候，我瞟见有几个白点在山那边，应该是羊。格林看得见。格林本来就是夜行动物。格林还在那边赶羊。你看，有几个羊回来了。我身上都湿透了，他居然没事。对啊，狼皮确实很神奇啊，难怪那么多人都想要狼皮。那几个冰雹打得我脑袋疼，我脑袋重的。不知道好不好吃？肯定好吃。反正煮的口感肯定不如下面煮高压锅不太会用。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早上他不让我出门。狼是可以预知天气的，他们可是有这么对这了解的好。人真的是离自然太远了，对自然界的变化一点感知都没有。那赶紧吃完，泡了就不好吃了。在扎西牧场放羊途中，一场突然起来的冰雹让唯一患上感冒，他不得不带着格林重新返回獒场养病。自从唯一生病以后，格林就一直守在唯一窗前，哪怕刮风下雨也不离开。他没心思和藏獒们玩闹，也没心思出去捕猎。他似乎在担心，一转身就再也见不到唯一了。我舍不得离开格林，回城看病，一直以为自己能扛过去。然而，几场霜冻之后，气温骤降，唯一的病情越拖越严重，恶化成了高原致死性的疾病——肺水肿。
5个月的格林还是个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在狼的概念中，能吃就能活。平日里抢食、护食、藏食几乎亡命的小狼，却把自己的救命粮给了唯一。我下定决心暂别格林，先去成都治病。在小格林模糊的记忆中，收拾行李意味着分离和远行。走字，他是听得懂的；等，他也是明白的。可是这一走，要等多久呢？走吧，我跟嘉欣已经说好了，他帮我们先照顾着，快点啊！快回去，格林！格林，快回去！格林不准你听话吗？格林！唯一走后不久，若尔盖降下了第一场雪。
牧民朋友告诉我，他每天都会到山坡上望着公路尽头我最后离开的方向。若尔盖已经进入了初冬，这里的冬季长达8个月，缺氧严寒。候鸟已经迁徙，留鸟抓紧筑巢，旱獭在为冬眠做最后的准备。对，这儿，我在这儿。长得真漂亮。哎呀，其实也得很长大。哎呀，其实也呀，好久没看了。他以为我死了。让我看看你牙齿好没？他换了牙了，他换了牙在哪儿？看见没？从小就抢镜头。洪雪不是呢？洪雪，求求你了，过去嘛，好不好？不要跑轻一点。放这，我马上进来。好重啊，死重，特别是他手撑在这儿的时候，你根本过不去。他以为我死了，这么长时间了，他不知道我去了哪儿，没有人能告诉他我去了哪儿，他一定是承受了太多的分离了。
害怕再失去，也没有人会告诉他，他的那些藏獒兄弟都去了哪儿。6个，是不是有3个都送走了？最长毛的那个小皇帝那些都不在，卖了。只剩他们3个了。他叫小不点儿，他叫风雪，都散了。格林的部分藏獒兄弟们被陆续卖给了新主人。昔日喧嚣的獒场，再没有了獒追狼赶的热闹光景。格林越来越孤单。格林仅剩的玩伴就只有大中华了。大中华就是我们书里面的森格。中华，过来。大中华，那个大中华最大。讨厌你！你不进来，我出来陪你好了。然后我也记得皇帝，这一群藏獒都听皇帝的话。因为我之前听老林说，最早他的这个獒场是在玉树那边，玉树那边地震的时候，那一天皇帝最先报警，然后把这些幼獒一只一只给救出来的。所以这些幼獒长大了以后，他们都听皇帝的。皇帝也是最早接纳格林的，是个很有灵性的头獒。其实我最怀念的是黑虎，它是一个很沉默的藏獒，它为獒比较低调。但是当格林出事儿的时候，它冲在第一个，腿断了，耳朵也被撕掉了。在玩藏獒的人眼里，它的品相就不好了。它是搭着皇帝半卖半送人的。至于去了哪儿，听说是北京或者是新疆什么地方。格林懂他的情，但是现在他们都散了，獒场里面再也没有往日那种你追我赶，格林一个人在前面跑，后面跟着一群狗仔队的热闹情景，再也没有，都散了。风雪和小不点2只母獒都怀孕了，关进了产房待产。我很难受的就是最后的时候都没能知道他们最终去哪儿了，抱一抱他们都不在了。谁能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分别就永世不再相见。格林已经换上了冬季的战袍，他在鏖战中折断的乳牙也换成了成年的獠牙。他该重温他的捕猎记忆了。怎么是狗叫呢？格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把兔子让他吓跑了，怎么会这样？格林，过来。你们不在的时候，你们跟你就是经常勾在一起。来，格林，过来。听见吗？喊不回来了。他有伴儿了，也是好事儿。跟狗学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儿。虽然捕猎失败是常有的事，但唯一察觉到格林变了，胖了，懒了，
少年时的勇猛烈性淡了。由于衬在獒群中，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已经模糊。他像丢掉了记忆的孩子，带着狼的本质，却想融入狗的世界。环境造就人，环境也造就狼。肉足饭饱的生活让一匹狼家畜化了，唯一恨在不成狼。对狼而言，狩猎是它生存的根本，绝非游戏。最要命的是，格林总想亲近陌生人。格林，过来！这一天，我陪格林外出捕猎，格林，过来！遇见了2个牧民。过来，过来，过来！不去！格林不过去！格林不去！牧民一看有狼跑来，就掏出了狗棒。狗棒是草原上的杀伤性武器。而格林还以为人在逗他玩儿，好不容易劝走了牧民，我们远走到河湾附近。看见有人在凿冰取水，格林也渴了。过来，过来！不去！格林不过去！哎，不要大，不要大！这样不对！不要大！快走，快走！热死我了！快跑！跑跑跑！跑跑跑！跑！格林过来，快跑！我怕的就是这个。狗不怕人没事儿，狼不怕人死定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狼还是狗。在人类中长大的格林，已经把人当成了可亲近的同伴，对人类没有丝毫戒心。然而，人类却是对狼有着莫名的恐惧和憎恨。很少有人会觊觎野外的狗，但格林有狼牙、狼肉、狼臂石、狼皮，如果不懂得保护自己，很容易被诱杀。只有重返狼群，才能保证它的生存。格林不属于獒，不属于狗，更不属于人类。大病初愈的唯一决定重新带着格林深入草原，回到当初他找到小格林的地方，尝试寻找剩余的狼群。临行前，唯一特意领着格林与他的剩余的藏獒兄弟告别。我们带不走他，这是他的命。格林，狼也许会回归荒野，生死难料；人或许会回到城市，坠入纷马。藏獒们的未来又将如何？人、狼、獒，今天能够同鼻相抵，明天离别将不会再见。对不起。狼和藏獒本来是草原文化中最经典的部分。在原始游牧时代，狼、獒、人相生相克，相依相伴。狼保护草原，獒保护牧民和牛羊。狼和藏獒本是同根生，这对传说中的战神却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藏獒的悲剧是被人爱，生产囚禁；狼的悲剧是被人恨，灭种绞杀。人类的恨和爱，都将演化成了一场灾难。人狼獒终究还是走上了不同的路。当我回到獒场的时候，我知道黄帝、黑虎，他们都不在了。对格林来说，居然能够别后重逢，可是对于黄帝、黑虎，一个普普通通的分别，我们就永世不再相见了。我连抱一抱他们都不可能了。然后剩下的只有这3只藏獒。就是一个小不点和风雪。小不点、风雪呢，她们怀孕了，那就关进了产房，因为害怕她们活动多了，然后流产之类的，就把她们关进了产房。当时呢，我看到一个情形，就是产房的门口老是挂着一把那种老式的那种铁将军那种锁。因为饲养员也懒得去每次去锁它，就锁死它，所以那把锁呢，就是虚挂在那个门上。打不开门就行了，就虚挂着的。但是这个格林呢，他每次他趁着人没发现的时候，趁着人不注意的时候，他就一个一个的去开这个锁。他先用自己的嘴巴把那个锁体的下方给掰转，然后呢再用鼻子去顶那个锁，那个锁就掉下来了。然后他就可以把风雪、小不点放出来，他们还能在一块玩。就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是又好气又好笑又心酸。因为他太缺少同伴了。他也经常想把森格，就是我们的大中华，他经常想把他从铁链子下面解下来，他经常去帮他咬那个铁链子，但是没有用。我一直对大中华挺歉意的。因为大中华呢，他是这个群体当中的2当家的，他经常欺负格林，但是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憨厚，调皮，就是一个憨大个儿吧。他也很淘气，其实骨子里面像一个小孩一样的性格。我记得有一次，我喂这个中华，我当时手里面拿着一个大白兔。然后我想要喂这个中华给他吃，然后我剥掉上面的糖衣喂给中华的时候，这个中华因为从来他就没见过奶糖，然后不知道这个大白兔奶糖到底是什么，他就嗅，闻到一股奶香，然后他觉得应该是好吃的东西，他也张开了嘴巴等着我把这个糖放进去。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格林从旁边穿过来，一口就把这个糖给咬走了，那是我最后一颗糖。然后这下我也没办法，我跟那个中华一摊手，没了。然后中华最后把我手里的那个是糯米纸吧，还有糖衣给舔了一点上面的那个糖的碎渣，发现真的很好吃。于是他这一下更恨格林了，追着的咬。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一直觉得中华我真的我欠你一颗糖，我欠你一个大白兔。直到分开的时候，
我都没能给他。从此以后，我们也再没见过了。在书里面，我把这个大白兔写的是巧克力，因为当时考虑到，如果我写大白兔的话，可能好多人会以为它是兔子。为了不多做解释，所以我就写的是巧克力。但是呢，很多很爱狗的人就一下子就非常的担心了。他说啊，狗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我挺感动的。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们都还会很关心狗狗不能吃巧克力哦。证明现在爱动物的人、关心动物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刚刚到草原的时候，我看见格林捕猎，我觉得他很笨，但格林可能那个时候他也觉得我笨笨的。为什么呢？有一天，我当时在那个小屋子里面用长焦拍格林在河湾边上拿那个纱窗网鱼的那个情景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这种高的植物老是挡住镜头，它镜头就是花的嘛，我拍不清楚。然后当时我就说的，我要把那几株高的植物给干掉。后来我就拿着一把老菜刀就出来就砍那些植物，结果最后不知道怎么一砍一挥刀把自己的腿给砍了。所以后来我放羊的时候，我的腿都是瘸的。有些人挺不理解的，哎，怎么你走路好像有点跛呢？放羊的时候就是这个原因。我现在腿上还有一个疤呢，我把自己的腿砍到了，不好意思说。你们还记得到我抓羊啊？啊，你还抓马的，那个马，你还拿绳子把它牵过来，那个马一跑，你还不放绳子，还抓着，你手到这里全部都弄红了，脱皮了。啊，我都不记得这一段了。我给扎西留下的印象就是抓羊凶得很。我们的那个羊摆子6-2个放的个。对，以前就这样。有100多只吧？就是将近有100多只，放了有1-2个月。肯定有1-2个月。那时候格林还帮着在放着。要不然就是那些药就是弄的时候，因为凶得很嘛。哦，是的。太阳也大得很。他抓羊凶得很。因为那个羊太调皮了。我在扎西牧场学会了辨别很多植物，哪些植物我可以吃，哪些蘑菇我可以采来晒干，冬天可以吃。然后呢，我会烧牛粪，我会生火，我懂得在这个草原没有电的地方怎么用太阳能，怎么去接那些线，这些在城市里面我可能都学不到的一些本事，但是我在扎西牧场我都学到了。如果没有扎西牧场的这一段生活的话，我想我今后进入狼山，也许我也是死翘翘的。下一集，让我们陪着格林一起寻找狼群吧。有人终将离开，雪花终将覆盖，遇见的那刻也是分离的开始，日暮会迎来散场。你还记得吗？这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别忘了，你是一匹狼。前面是狼渡滩，远处就是狼山了。我在这里找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婴儿。你们原本有6个兄弟姐妹，你的父亲是狼王。
个地方是格林出生的地方。我到这里已经第3天了，但是这儿跟我记忆当中的完全不一样。6个月之前我来到这里找小格林的时候，这一片草原上还驻扎着几10家帐篷，但是现在入了冬，居然撤得一家都不剩了。哇！我们俩来到这里，很累，也很困，但是人也找不到，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去了。劝你跟你妈说说，这样找法不行的，咱干粮都快吃完了，蓝毛都没看到一点。如果没有月光，草原上的夜晚对我们来说就是睁眼瞎。可是狼是夜行动物，格林一到了晚上就倍儿清醒，喜欢到处溜达，但我真不敢让他走远。白天格林觅食的时候差点踩上狼夹子，我怕清晨一醒来就再也看不见他了。这个家伙，大晚上的就不要到处乱跑了，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害怕，知道吗？你还知道害怕呀？你要不要喝水？你还敢找狼去吗？狼是群居动物，独狼活不下去的嘛。狼群真是要来了，咱还活得下去吗？算了，你睡吧，我守夜。那你把这望远镜拿着。这么黑，你让我望远？独居荒野，孤立无援，有限的食物和冰冻的草原，而更具威胁的是频繁出现的盗猎者。他们破坏盗猎者的陷阱，并把陷阱中的猎物给格林做口粮。在这盗猎猖獗的狼山地带，还会有剩余的狼吗？发现什么了？哎，怎么从那边走去了？哎，他这点好熟啊，玉凤。这个洞位于倾斜的山坡上，这里灌木丛生，既隐蔽又有绝佳的视野。山脚下是清洁的水源，洞口的沙土平台是小狼玩耍和大狼瞭望的地方。洞边还遗留着春天时候的小狼粪。主洞附近另有几个逃生出口，在冻土坚实的高山上，
这是要历经几十年、几十代狼才能挖成的老狼洞。格林像一个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孤儿，懂事后重返故里，寻找失散的亲人。然而，家园安在，亲人安在。格林，这就是你的家了。这天，他们巡山归来，就发现了异常。野狼探查过了他们的营地。这狼个头不小，他比格林大1倍。再找一找，他们从这个地方转过去。这个脚印现在看起来就很蹊跷了。你看这边是单独的单排的脚印，这个过来。然后过来呢，应该是直接往前走了。你看，好，然后他从那儿返回了之后，然后就在这儿打了一个滚，然后之后再往哪儿走的脚印我们就找不到了。太诡异了。对，他就让自己的脚印形成了一个圈，然后让你无从跟踪。哦，这都有狼吗？狼吗？有戏。当然，它是个母狼。你跟我一样。行了，就把帐篷架在这儿吧。帐篷哪里顶用啊？我找牧民帮忙给咱们弄个房子吧。昨天下雪就这种下的嘛，可就打到这样，这里面飘进去。飘进去。那倒不是，你干了就。刚好漏在床上哈，第二天起来说不清楚。回头把那个屋顶擦洗干净，这些雪水收集起来，我们平时可以用的。我倒不担心漏，我就是觉得你这房子像是豆腐和屁做的东西，会不会垮啊？你这个乌鸦嘴！我娘家的时候，娘在和你呢。你修房子的时候，我修。那我和你就肯定比你专业了。那我来吧，你去把太阳能板装上，那是大赏片。完了完了。房子整好了，我再去弄些吃的来，再弄个炉子，咱们就有根据地了。这个冬天我们还得多囤点牛粪，要不然冬天那个雪一下以后，牛粪全是湿的，一烧全是烟，屋子里我们成腊肉了。能用的我就还没用。我们分下工嘛，收集牛粪、铲雪、捕猎、巡山这些事儿我来干，然后你呢就在家里面做饭，带格林。有了避风的小屋，
有了融融的炉火。2个人，1匹狼，在荒野里安了家。狼群等级森严，群体里的地位必须通过争斗夺取，所以格林总是一有空就要提醒一峰，自己才是二当家的。向首领示弱，有利于维护群体内的和平。推你。一峰不用跟格林抢电视了，因为这儿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与世隔绝。我们用太阳能蓄电，收集雪水，用干牛粪取暖做饭。屋子很小，只有15平米，但是我们拥有最辽阔的花园。每天可以毫无阻碍地看到日升月落，银河流星。为了寻找野狼的踪迹和锻炼格林的野外生存能力，他们经常深入狼山地带以及狼渡滩和大河湾。这些地方是野狼最可能出现的地方。有你这个，太讨厌了，过去嘛。看不见，对。他踩着我，站都站不起。好了。背着干粮翻山越岭。草原有句话，望山跑死马，有些看着近的地方，走起来可能要一整天。高原徒步是非常耗费体力的，我们也像狼一样，顾不得风吹日晒，随时累了随时歇息。嫌你的脑袋太重了。我把咱们搁谁搁，不准放屁啊！把尾巴收回去，夹紧了。好臭啊！去，放狼屁。你来了，睡一会儿啊。以前你小的时候还躺在我肚子上睡觉，记不记得？再没有不愁吃喝的日子。格林睁开眼睛的时候，几乎都在为填饱肚子而奔忙，一切的努力只为活着。兀救盘旋是开饭的信号。格林已经足够强大，他不再惧怕猛禽。一群兀救吃光一头牛只需要不到30分钟，要夺食就得快。
一头牦牛把血肉还给了草原，为其他的动物延续了生命。每个狼家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旋律，我们的歌如同人与狼的相遇。把他给乐的，爸爸回来了。加变调，我跟你说，那样是那样变的。格林，看见吗？那个才是你真正的同伴。快去，快去，快去啊！格林还有点迷茫，还没整明白。那个狼肯定有点疑惑，格林怎么跟我会在一起？快走啊！快！他怎么回来了？他受伤了。让妈妈看看你伤哪儿了。不痛。这个洞咬穿了。这些狼还真下得了口啊！骨头没事儿。怪了，以前他被藏獒咬伤的时候流好多血的。
这次怎么没写呢？这个，这是什么？弄到伤口上。这东西挺神的，他脖子上全蹭的这个，看收集了很多。你过来看，就这种，这里面这个沫沫取一点点出来，它在伤口上止血效果特别好。回头如果碰到牧民，问一问这是什么东西。后来唯一才知道，这叫马搏，是一种腐生真菌。干后烟尘状的粉末是最好的伤药。藏语名字叫波切，意思是狼的奶渣。野狼捕猎受伤是常有的事，也许这正是狼发现的药。格林啊，格林，我不可能陪你一辈子了，你以后怎么办？唯一根本没料到，野狼不仅没有接受格林，还对格林下了口。唯一原以为，只要格林一来，留下狼的气息，或者半夜里一嚎叫，不出几日，野狼就会把格林带走。现实是，送一只人养大的狼回归狼群，绝不是唯一想象的那么简单。伤后的格林觅食更加困难，他已经3天没有吃到像样的食物。一个猎手失去了捕猎的能力，如果是单独在野外，他就饿死了。格林是幸运的，我们在冰湖里发现了2只冻死的野鸭，把它们煮熟了，混上糌粑干粮熬成汤，应该可以熬过这段时间。不过格林已经等不及了。煮熟了再给你，好不好？你不怕烫啊？啊，你不怕烫啊？烫死我了！它那个爪子很烫，还没好。它不怕烫啊！在大白兔，太好逗了！乖，哎，慢点，你看完你冲掉了吗？腿已经好意思了。冬季草原上的日子固然艰苦，但有格林在，就充满了期盼和快乐。格林成了唯一和一峰草原生活的中心，格林是他们的全部，他们也记录和见证着格林成长的点点滴滴。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到清晨和黄昏，
格林依然会呼唤他的同伴。这片山脉是格林唯一的希望，只有这儿的狼群才可能跟格林有血缘关系。他们为什么不要他？我不能放弃，因为格林没有退路。他们深入狼山地带，几乎走遍整个狼山的各个山脉和狼肚滩。然而，只有偶尔看见过2次狼影和大量的狼爪印和狼粪外，狼群仍然没有出现。有狼粪啊？新的还是旧的？哇，这儿这么多狼粪！这个肯定是头狼的狼粪，好大，它的消化液太强了，里面只剩下骨头的粉粉，还有那个一点点毛发，而且那个毛发都已经变得很脆了，里面的蛋白都被消化了。咱们不会闯到狼群的公厕里了吧？我觉得啊，这就是狼群交换信息的地方。狼粪就相当于他们各自的留言。你收这个干啥？带在身上呗，得让格林熟悉这个味道。全部装一块儿。那个刚才那儿还有一堆，捡了没有？捡了。啊，格林哪去了？你别笑，他也在跟狼群。变条吧。这是格林第一次尝试跟狼接触，但是最后第2天格林回来了。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如果想弄死他的话，就不会让他活着回来，因为那个狼完全有能力咬死格林。第二一点就是我一直觉得很迷惑的，就是格林回来的时候，他的伤口像是被处理过的，到现在在我心里面也是一个谜，就是我从来没有教过格林伤了以后他怎么处理，那都是我给他处理的，但是他自己能够在草原上找到这种药，这难道是他自己无师自通吗？这个马博呢，在夏天的时候，春夏天的时候，它是白白的、胖胖的、大大的、圆圆的，大的能有一个足球甚至一个篮球那么大，然后泛着一股蘑菇的香味儿。再后来，我每次看到有这个马博的时候，不管是新鲜的还是已经干掉的，我就会收集很多。然后等到它干了以后，它里面一挤就会出很多很多的烟尘，就像那个白药一样。那个烟尘就是止血效果相当的好。而且这个马博在藏语的名字翻译过来，它就叫做狼的奶渣，可见狼也许一直就是用这个作为伤药。再到后来格林已经回归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那么多的马博用处也不大了，我就把那些全部都随风一撒，就撒在我们小屋后面的山坡上了。再后来那片山坡上就随风长了很多很多的马博，你远远的看去，一片绿油油的山坡，到春天夏天的时候绿油油的山坡碧草之上，一颗一颗的白色的那个乒乓球大或者是更大一点那个像网球大小的那个马博，就像是高尔夫球场散了一地的球。那儿以后在重返2的时候，后来我们看到有狼就把那个地方当成了他们的医疗所，有狼受伤的时候，他就会到那片山坡去寻找马博。我觉得这也算是留下的一件好事儿吧。冬天的时候我们在河津区里面要出来一趟非常非常的艰难，如果要出来就是硬闯出来，我们还开着那个车子从河里面过，不知道那个河里面有多少淤泥，河水又挺深的。要向左一点。
下了。我说你当时说的咱们能下水吗？我说的咱们交了车船税的，为什么不敢下水？牛，过了。看看后面一只野鸭子为你庆功了，哎呦，哦，飞来一群野鸭。是马鸭吗？不是。加哦，能干，哦，哦，正是封你这个车为牛车。不管是看影片的时候，还是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说，如果格林是我的狼的话，我绝对把它养着，我不会放它。或者说，他喜欢跟狗在一起，就跟狗在一起嘛。那他选择的生活呀，獒场也可以养活他，他跟流浪狗在一起，人们偶尔投食，他也可以活呀，对不对？但是他们的命运不由己，身不由己，所以我很庆幸格林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真的觉得当初送他回狼群真的是对的。我觉得无论是人也好，狼也好，还是任何一种生命也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是走是留，既然要生存，既然你选择的是活着，那就活出精彩，那就活出你自己的样子。当你不再给自己退路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勇往直前了。下一集让我们一起守望狼山。他们把收集多日的狼粪搬到一处山顶，这些狼粪是唯一平日里收集格林的，也有外出时捡回的野狼粪。看见的那个狼，并不是所有狼粪都是灰白色，还是要取决于它吃的什么。狼粪包含了很多信息，如狼的性别、健康状况、领地范围等。这些野狼粪的信息，格林已经了解过了。估计这儿有多少斤？20-30斤吧。哇，这好多都成粉末了。主要就是骨粉嘛。大量囤积的狼粪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给狼报信的狼粪是否也曾经给人类传递过信息呢？听说狼粪能烧出冲天的黑烟。身为狼的铲屎官，我很想见证狼烟。我们先试一下，直接点那个狼粪。狼烟一词在现代权威字典中被解释成用狼粪烧出来的烟，用以军事报警和传递战事战况。古人称狼粪烟直上，虽烈风吹之不斜，烽火用之。自古就有烽火戏诸侯和狼烟四起等成语典故。一股臭味。不错，这壳子都燃了。如果这一堆是牛粪的话，可能现在已经全着了。我下面还专门垫了几块石头，有空气。但是这个狼粪的那个灰哈，这灰一去，什么都堵死了，没空气燃不了。我捡些牛粪。又燃。是啊。这会儿好像看着烟稍微大一点啊。这算得上狼烟吗？这算牛烟。问题现在狼粪根本没有燃，现在是牛粪在燃。你看天黑了，烧焦了。这里面跟那个土一样的，你看吧，跟水泥似的。但是它也很轻。非常轻。这其实等于是骨灰。差不多吧。我先拿那个牛粪，再。这堆火生了有2个小时了吧？敌人打进紫禁城了吧？
已经成功的把这一堆点燃了，但是主要燃烧的成分是牛粪，还有我的柴火，狼粪我夹杂在其中，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它勉强点燃。但是我们夹一个火苗当中的狼粪，夹出来了以后连烟都不冒。离开火堆就不冒烟了。也就是说，它一点可燃的成分都没有。然后我们看，烈火之下的狼粪还是原来的状态，灰白的，清白的那种烟，而且很淡，你飘一会儿马上就散了。今天还只是微风啊，没有黑烟。白烟。白烟，那就是我们平时做饭的烟。继续烧。从下午一直烧到落日，他们也没有点燃这堆狼粪。那这个毛团都很难燃烧的。狼烟到底是真的狼粪烧出来的烟吗？还是古人的一大谬传呢？还不如路边烧烤的烟，这点烟连城管都招不来。陈氏，灭火！那边，好大一层。我说的没错，格林的留言起作用。你的同伴来了，快！我喊他，快去！可能是上次追随野狼被咬的教训，格林这次有所犹豫，有所顾忌。山上还有一只。多日来的苦苦寻找，终于再次看到了野狼的影子，证明狼还在。那个狼反射了，追，快！已经跑过山背后了，在那儿，你看到没有？还那两只跑过去了，看见没有？已经过了那个黑疤了。看样子他们挺熟悉我们的，肯定观察我们很久了。他们在意的是格林，狼心也是肉长的。哎，三只了，哎呀，太好了！格林，格林过去了。哎呀，太棒了！好大的狼！他们在等他呀。过去了，格林过去了。看，好大哦！看见没？哎，在哪？右边。靠近了。这家伙不知道夹尾巴，下半身放低，夹着尾巴进去，这样去容易挨打呀。替他捏把汗。那个是不是狼王？狼王狼后在前面，看见没？还好，挺友好的。
不管怎么说，这一次没挨打就是胜利了，就已经赢了。他又回来了。上山入伙有那么容易吗？再看看。多接触一下嘛，多接触一下，我觉得希望还是蛮大的。他回来了，回来了。我跟过去看看。你把对讲机声音关小点儿，老耳朵很尖的。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收到，请回答。这是他们的藏尸点，这是他们的藏尸点。格林已经在这儿做了记号了，他们肯定是经常在这一带出没的。现在已经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但是喊一嗓子肯定能听见。他们要是不接受格林的话，我就天天过来喊山。我知道他终究会离开我，但格林这次回来，并不是因为狼群不接受他，他为什么还舍不得走？我对格林没有更多期待，就希望他勇敢、自由、有伴儿。你已经长大了，是吧，格林？听，有回答。这下总算搭上话了。这算集结吗？还没呢，他们只是在联络。你知道狼为什么总对着月亮好吗？为啥？因为月亮里面有兔子。多日来的坚持，终于等到了第一声野狼嚎。他们是格林的血亲吗？他们会带走格林吗？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黄昏，美丽的若尔盖笼罩在一片沙尘之中，风沙裹挟着雪莉在无遮无拦的草原上肆虐着。沙尘暴过去，狼山又多了一片沙化地带。若尔盖湿地大草原是中国2大母亲河最大的天然蓄水池，储存着长江、黄河1/3的水量。每一个中国人喝的4杯水当中，就有1杯来自若尔盖。治理的根本不如这个沙化的这么快，搞不好这儿会成为最高的、海拔最高的沙漠。
如果若尔盖大草原继续沙化，那将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我们眼前的草原还能留存多久？原本冷清的狼山地带突然热闹起来了，成群的牛羊占据了荒芜的狼渡滩。你看吧，这场沙尘暴把外面的牛群全赶到核心区来了。这是保护区啊，不允许在这儿放牧的。没人管了吗？你们咋到这儿来放牧呢？要是再跟不去嘛，就全部都是啥子？这儿都没得草了的嘛，他们吃啥子？在格林的眼里，在狼的地盘上的食草动物都可以成为他猎食的对象，但他哪里知道，这些牛羊都是人类的财产。尽管格林现在还没有猎食牛羊的能力，然而没过几天，就连续有牧民找上门来了。怎么了？我的羊跟2个大着了。啊？我的羊跟2个大着了。今天啊？2啊。个多大的羊3岁。3岁的。啊。3岁的大羊啊？啊。这不可能啊！他没往那边去啊。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杀过羊，尤其是3岁大的羊，他根本杀不动。而且他一次性的杀2只，我觉得他恐怕没有这个能力。是狼多的很嘛，肯定我跑得不止了。经过再三的解释，事件算是平息了，但唯一和易峰感到了无形的压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唯一和易峰常常带着格林到远离牛羊的地方活动。格林好不容易跟狼群搭上话了，这下狼群又躲起来了。我怕的是这儿还有一只狼没躲呢。他们家的羊到底谁杀的呀？又不是咱们格林干的，那是谁干的？野狼啊！所以啊，我们只要盯着这群羊，没准哪天野狼就来了。你看，哎，这狗到底是放羊的还是吃羊的？他们自家的狗还是哪家的狗？不知道，不认识。这条狗经常到我们小屋这儿来找吃的。尾巴是白的。啊，白尾巴。就上次咬我的就是那条狗。哎，他干嘛要去杀羊？而且杀的是头大羊哎。嗯。这只羊一走出来，好像就掉队了，掉到里面。他杀羊没有狼那么厉害。说不定前几次他们的羊就是被这个狗杀的。有可能啊。就是这个狗，狗又不显眼哈。嗯。不要回头又说是我们格林杀的，你还真说不清楚。
幸好我们拍到。那狗还不怕，根本不跑。看来是他们自己的狗。哇，船这么薄。就是他们自己的，你看，他跟着那个女主人了。这才叫做家贼难防哈。等等，他好像看到我们了。如果他找我们麻烦的话，我们就赶紧跑哈。格林，撤。前天我吃了4个羊吃了它啊，4个羊。前天不可能。不是，我拿这个。啥？他说给我说。给你。就是嘛，那不行啊，那肯定不行。狼是属于这个草原的，不属于任何人的。10几个羊吃了。那不行，那不行。你说的10几个没有任何证据。那我跟你说，这个狼它是属于国家2级保护动物，是谁都没有权利带走它的。它不是我们的狼，它是这个草原的狼。一方不能让它接近，他想把狼带走。这个咋就赔你？不行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可以马上叫公安来。狼是保护，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带走狼。不行，我们就打电话110。马上叫公安，他肯定是放狼，不会是让你逮狼。这羊我们赔你，赔你不要赔。他今天来居心就没对的，他就是想带走狼。这个抓住他，任何人都不能抓他。用这个大狗帮垃圾打。这个抓住他。快走！快跑！快跑！快跑，傻瓜！快跑！跑！快跑！跑！格林乖，快跑！你要知道，你不能对什么人都那么亲近，你知道吗？以后你见到人就必须跑，随便什么人。跑！快跑，格林！不要过来！跑！快跑！跑！对不起，别哭，格林不会怪你的。我怕这样放出去他会死掉，我就想带着格林，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被人打，能找到吃的，能好好的活着，就这样就好了。
臭小子跑哪去了？妈妈好担心啊！好，乖。林啊，你要记住，以后妈妈叫你跑的时候，你必须马上跑，不要管妈妈，听见没？跑得越远越好。你要记住，狗棒不是好玩的，以后见到那个必须躲，听见没？让妈妈看看伤到哪儿了，痛吗？到哪儿去找你这么笨的妈妈？有人来了，快跑！你们干什么？我们来看你们的小狼。你怕不怕狼？我爱狼，我喜欢狼。转了一圈回来了。不怕，你看都是朋友，格林都是朋友。还要跟他走？这是爱，这是狼，我爱狼，我喜欢狼。在牧区长大的孩子，虽然经常与狼打交道，但这样近距离的接触狼，接受一匹狼的舔吻，还是第一次。人与狼原本可以和谐相处，但不知从何时起，狼成了人们诅咒和绞杀的恶魔。人们谈狼色变，以至于狼来了成了大人们吓唬孩子的口头语。只要人不伤害狼，狼对人很友好。哇，你搞得这了。哎，不过去，回来。才这个，来得结果给接的。有人要打他，昨天差点被人用大狗棒打死。那么可爱的小狼，为什么就要打死呢？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到火火那儿去放生，只有放生了，没人就可以伤害它。就是活佛放生了，就没人敢打他了。对的。从此，格林认识了这对牧民小兄弟，也认识了他们这匹穿着马甲的老马。你去求求活活吧。
这就是最好的。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狼孩的故事，国外一个纪录片所讲到的一个词儿，他用的是仁慈。他说狼是一种仁慈的动物，人和狼斗了这么多年，这么尖锐的矛盾，人可以说是狼最大最凶险的天敌。当然人是所有动物的公敌，人和狼的矛盾这么尖锐了，狼都还能够收养人类的孩子。所以我想狼连人的孩子都能够接纳，更何况格林是他们自己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守在狼山，我就死皮赖脸。狼群曾经好几次想把我们驱赶走，他们不会跟我们正面发生冲突，但是他们用一些什么方法呢？跑来探我们的营，然后把我们的气垫的那个床垫给放了气了，就是直接狼牙一扎，你能看到上面几个牙洞，然后它就放了气了。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小屋附近的那个围栏上，小屋门口的围栏上，我们还装了一个监控，就是红外线的，可以在晚上拍到。我们还指望能够拍到这个狼群来探我们的营，我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狼。然后呢，但是这些狼它能够成功的躲过，哦，你在这儿装的监控，你想拍到我，别做梦了，你想多了。然后它能够绕过那个监控，但是它能够骚扰到你。那些监控就只能拍到我们每次傻乎乎的跑到门口来看，到处看不到了。就是当我们有一次安这个监控安在一个死羊的旁边，然后本以为狼可能会来吃，但是呢后来是狐狸来吃的。但是这个红外线一启动以后，我发现那个狐狸盯着镜头，狐狸都能看见这个红外光，同样是犬科，狼更能看见。另外呢，曾经有过两只鹰，它们曾经跟着格林，因为在夏天的时候，狼往往是跟着这个秃鹫那些天空中飞翔的鸟，它们能看到一些死掉的动物，然后狼就跟着它们去找吃的。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些鸟它们没有更多的食物，它们往往会跟着狼。而这两只不长眼的鸟呢，它们就看上了格林，它们就跟着格林。结果呢，才跟了不到半天吧，就发现格林钻到人的屋子里面去了，然后跟我们一块儿啃那个压缩饼干。当时那两只鸟落在山头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能在草原上生存甚至长大的动物，它所依靠的不仅仅是敏捷，也不仅仅是身强力壮，最关键的是生存智慧。我们遇到过装瘸的狐狸，当它发现人们靠近它的窝的时候，它会挂起一条腿，一瘸一拐的，好像受伤了一样，然后把人们引远，然后呢再一溜烟的逃跑。所以能在草原上生活下来的这些动物啊，没一个是吃素的。比如说那个看家狗吧，在草原上的这种狗，它已经不能用聪明来形容了，应该说是诡计多端、狡猾。它把自家的羊给咬死，它就坚守自盗，它就去找主人报警，狼山上的狼下来了，然后把羊杀了，你看我把狼都吼走了。主人出来的时候呢，一看到死羊，被咬死的羊，狗也报了警，狼呢也抓不住，只有认倒霉。然后最后的时候，这些羊主人是不吃的，因为被狼咬死的嘛，然后主人就会把这些羊宰了分给这些狗，表彰他们驱狼有功嘛。经常有狗这么干。但是呢，这些羊也很狡猾的。我们曾经拍到的那一只羊，就是狗咬它的时候，它实在挣扎不过，逃不了，最后它只有我干脆躺下了，我只有死那儿了，这个狗才会放弃我，然后去跟主人报信。只有等人来了，不可能再给我补一口。看一看它到底是活的是死的，要是我过去它翻身就跑了的话，就把这段掐掉。哦，站起来了。这条狗这一次恐怕要失算了，也太不专业了。然后最后我翻过围栏去看，那个羊居然也是活的，它也是个戏精。羊也很狡猾的，在草原上生活的这些个个都是影帝。当你接触到每一种动物的时候，你才发现
我们真的小看他们了。生存需要技能，但是求生需要计谋。下一集，带我们在这天地之间感受一匹狼的心，天地狼心。我现在已经在狼群的领地范围之内，所以我必须小声说话，保持安静。又发现狼洞了，原来他们搬到这儿来了。这个狼洞，人可以钻得进去。你不会是让我钻吧？看他这样我能拍他。不行不行，让格林上。格林，里面有东西。里面不会还有狼吧？这洞是穿的，那如果有狼，早就地遁了。他掉了个骨头出来，哎呀，真是吓死我了。他是这样子穿过去的。哎呦，那边还有他们吃剩的骨头。前山被那群放牛的人给占了，他们只有到后山来了。对。哦，我说最近怎么看不到狼啊？一个大白兔。哎，抢妈妈的，妈妈那里，妈妈这儿有。野狼哪有你吃的糖多呀？人家才不吃你那个嘞！啊，这舔过了，你不吃？伯伯，来把这个。给他抢。他不爱吃那个。哎，这个不是你的，不是你的，这是妈妈的。干肉先给他吃。在哪儿？抢了一头走。哎，可以。挺好的。你说这些狼群跑哪去了？吃点干肉就行了，说不定那一只正在暗处看着我们呢。这狼咋这么瘦啊？没吃的了呗。等到他们饿不过去的时候，就团结起来打牦牛了。反正横竖是死，狼也不会选择饿死的。看不到了。看不到了。现在翻过山梁了。
知道他们在这儿就放心了。到处是围栏，这也是，这也是，我们都翻了3座围栏。后面还有4座。对，就是狼群最后的栖息地了。离去。他们也没地方可去了。好的。有狼，就会有草原，草原就会有希望。希望能保住最后的一点点栖息地。走吧。慢了，来了。你跟围栏比一下，围栏有多高？有1.6米以上了吧？1.6米几了，高。休息一下，累不累？好累呀！累坏了。都走不动了。你不要把我的脑袋压坏了。这样看起来你太牛了。前段时间，要不是那帮放牛的干扰，说不定格林就已经回去了。你看起来好像牛魔王啊！快点起来了吧，牛人！咱们的坚持牛到底。人在明处，狼在暗处。越是找狼，狼越跑得远。经过分析，这种方法找狼，很可能会干扰到狼群冬季的正常集结。为了不让野狼再产生怀疑，能顺利接纳格林，唯一和易峰决定转变策略，不再带领或跟随格林，而是让格林独自巡山狩猎，从而增加格林遇见野狼的可能性，也可以锻炼和提高格林的独立性。这么冷的天，野生动物都被人们打光了，你说狼群都吃啥呀？只有牦牛。这么大一群牦牛就在狼的院子里面转悠，我看着都流口水，狼能忍得住？你娃不上山入伙，下材料了。我就等他们集结。超市。那你就放在炉子边上等它化吧。我才画了一个眼，看到没？那个眼儿就是倒热水的眼儿。挺好看的，跟冰灯似的。把它改成一个灯吧，还吹不灭。哇，快看，快看，多看！越是看不到希望的时候，越要让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如果我们改变不了现实，至少我们可以改变看待事物的心情。如果没有这些苦中作乐的时光，看不到平凡事物的美好一面，我们可能早就被日积月累的失望给击垮了。是最后2回了，稍微有点冻了哈。冻土都在填了。好不好吃啊？
好吃，牛粪壳土豆，这不是土豆，这是肉。不知道格林找到吃了没有？这小子鬼鬼祟祟的在干啥？去看看。你不会是要偷他的吧？这样不行，真的不行。被他发现怎么办？进屋再说，进屋再说。这样真的不好，哎，真的不好，这样要不得，真的不好。好了好了，你不要念了。哎，那个腿后面好像是被啃过，哎，没问题吗？没问题。就一次，我跟他换一次。2块够不够？哎，买上了。回来了，回来了。No， 他找你算账了，偷兔子的贼。哎呦，我只有一个压缩饼干，这个可不是我干的啊，都是你妈的主意啊。别那么没担当哈。以后换你一只更大的。把老爸的衣服穿走了。哎，怎么脱的？
全草。把你老爸的狼皮拿走了，穿上。要把你的衣服折腾的那个什么。给我。拿东西换吧，没辙。来，都是毛，这个是羊毛的，哎，纯毛的哦。太容易上当，小狼太单纯了。他就要你那件。把我屁股咬一口，好痛啊！谁让你骗他了？这样你拿。林，骨头给你换。来，好吧，比衣服好玩的。骨头，去吧。还不上他。他今天怎么了？盯死你这件了。他往后朝阳上放，难道你要给切割了？他难得看见你把衣服脱下来，觉得你换毛了。你扔一坨牛粪或者什么往远处，把它引走。他不干，他不上当，因为你刚才骗了他，干脆你也在他屁股上咬一口嘛，这样你们俩就扯平了。他不痛。打屁股。不干。哎，终于走了，赶紧穿。哇，力量之大！小时候我钓过狼，用老鼠钓狼。就是不松嘴，看到没？这就是狼的精神。孙子长大了，带不动了。长得真快。你小心他的牙，会不会拽掉？一会儿一拽，整副假牙下来了。天刚刚亮，格林就已经出猎了。蜜蜂很是歉疚，又在格林藏兔子的地方埋下了一些干粮，但是接连几天雪窝子都再没被动过。按狼的习惯，藏食时候非常警惕，绝不泄露天机。藏尸点一旦被发现，就绝不会再用了。他还埋在老地方啊？他知道我们也饿了。小时候当护士，你说他六亲不认，现在他自己都吃不饱，还要送食回来。
抢够，抢够。其实拍这一段，我作为一个摄影师来讲，这真是上天赐予的一段，也不可再现的。当时我是想拍一下月亮升起的一个镜头，当我架好机器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焦是对在月亮上，月亮上面我就模模糊糊的看着，哎，怎么感觉月亮有影子？里面有兔子啦！哎，我纳闷，我说是什么东西？当我又调焦调到近焦的时候，我眼睛都惊呆了，竟然是唯一带着小狼正好从那儿路过，还停在那儿。这3点一线，背景是月亮，正好月亮的中间，在这个山脊线上，他们在跳舞，我的镜头正好又对准这个人，就是非常非常有默契。他们也不知道我在拍。我当时心屏住呼吸，我就怕有一点点呼吸会影响抖动。哎呀，心里面在狂跳，真美！我说这是上天赐予的一个画面，所以大家看到了非常唯美的月下共舞的这么一段，其实它就是一个自然拍摄的过程。刚刚到草原的时候，我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想要抓住那个鼠兔。我想我得帮我儿子一把，想的各种办法好像都不奏效，徒手去抓呢，我更是没他快。后来一峰跟我说，他说我有一个点子，就地取材，我只要2块板砖，2根牙签儿。好，然后他就设了一个陷阱，只要鼠兔一碰到这个牙签儿，它就会被2块板砖倒下来的板砖给夹住。然后设好这个陷阱以后，我们俩就都在旁边看，希望尽快能够抓到第一只鼠兔。结果我就看那些鼠兔远远的对这个面包根本就不感兴趣，然后我才看到一只鼠兔就这样盯着我们，好像那个表情就是在说，给你科普一下，我叫鼠兔，我是兔子，我吃草的，你把我当耗子呀。鼠兔对这个面包根本不感兴趣，反倒是麻雀对这个面包屑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常说鸟为食亡，但是我发现我低估它们了。刚到草原就被麻雀给秒杀了。它不进那个孔。好狡猾啊！我们自以为设计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板砖夹麻雀的一个陷阱，结果麻雀就在旁边观察了一下以后，马上就识破了这个陷阱的机关在哪儿，然后根本不去碰这个机关，甚至它破坏掉这个机关，你根本待不住它。然后一只大鸟就把那个面包啄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就喂它的雏鸟。当时我们看到做鸟也不容易啊。虽然我们没能抓住麻雀，但是这件事儿却给了格林一点启发。到了冬天的时候，到处都找不到吃的了，麻雀也是肉啊。那个时候我们给他的压缩饼干素的，狼看不上，他会把这些饼干渣儿就扔在那个铁丝网的下面。他所占的就是埋伏、突袭，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他也会从鼠兔的洞里面去把那个赫贝拟利鸭给抓出来吃。我想起来我们在那个草原上住着的时候，住的那个小房子，我经常做梦的时候都会回到那个小房子里面去。就是我们屋檐下有很多的鸟嘛，
在那儿筑窝，因为冬天就只有我们那个小屋最暖和一点，房顶到这个天棚之间它有一个夹层，这个夹层呢又暖和又避风又避雨，而且还有中央供暖。那些鸟早上都成了我们的闹钟，一到早上5点过的时候，吱吱吱吱吱就开始叫了，就把我们叫醒了。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一峰正在那个边喝茶边整理那个拍摄的一些东西吧，还是正在看什么资料，然后突然有一只鸟就掉下来了，从那个顶棚上面掉下来，就掉在我们的杯子里面，把我们都吓一跳。这个鸟一掉下来了以后，咦，水还是温热的，还挺舒服，然后他就顺便洗了个澡，然后正洗得欢实的时候，他一抬头看见这2个人全部都在盯着他看，然后他赶紧翅膀一收，还让不让鸟洗澡了，然后扑腾几下晃一晃身上的水飞走了。然后说到鸟的事儿的话，那太多了。我们在小屋的旁边就用一个帐篷支在那个坑上面，就修了一个厕所。有一天我就发现那个厕所那个帐篷怎么在动呢，然后我再走进去一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只鸟就在里面扑腾，它出不来。到底是从哪进去的？然后这一只赫贝拟蒂亚它应该是一只幼鸟，它就在那个帐篷里面就挣扎着急出不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挺让我们感动的一幕，它的亲鸟，它的爸爸妈妈又啄那个纱窗网子，又撕扯帐篷，就想尽各种办法想把他的孩子给救出来。一只大鸟在撕扯那个帐篷，然后一只大鸟呢就在旁边就找一些吃的，给这个小鸟从那个纱窗洞里面就把这些吃的东西给它塞进去，就好像在安慰他，孩子你别着急，爸爸妈妈都在救你。一直就没有放弃，一直就想要救他。草原上哪怕一个很微小的生命哈，他都在为生存为活着而努力。我们放了这只鸟以后，这只鸟它就一直在那个围栏上，还有在我们的那个小屋周围，它就打转。我们对它们的友善，它们也会回报我们以友善。这些鸟它还来扑窗户来报警，有几次呢我们就发现它们扑窗户的时候，就是发现狼来了。有人终将离开，雪花终将覆盖，遇见你那刻也是分离的开始，日暮会迎来散场，昙花会终将绽放，盛开那刻是消失的开始，遗憾堆积成我